乌克兰要发起总攻了。据外媒报道，2022年7月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了总攻令，要求乌克兰军队解放乌克兰南部地区。目前，乌军所有海马斯火箭炮、M777火炮和苏25攻击机等武器装备，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方向完成了集结。乌军总参谋部喊了1个多月的反攻如约而至。据当地媒体报道，赫尔松市政府大楼周围的街道已经被封锁，俄军的检查站也已经建立。俄罗斯方面开始限制赫尔松当地民众的出行，每天只放80辆汽车离开该地区。从10号晚上到11号，赫尔松、扎波罗热地区多处遭受到海马斯和 M777的轰炸，乌军的苏25攻击机也频频出动。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在10号当天，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炸死俄军多名军官。乌克兰军方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此次军事行动，乌克兰集结了100万大军。目前，火力军手里没有此次参加战斗的详细部队编制，但乌克兰所言的100万肯定只是号称。不过，乌军在前线5万兵马的基础上再加10万是没问题的。参战装备中还没有北约援助的先进战机和坦克的消息，因此此次战役乌军应该是准备凭借海马斯火箭炮、M777火炮、T72坦克和苏25攻击机，外加无人机去突破俄军防线。火力军认为，乌军应该不会忙于发动进攻，而依旧是火炮诱导俄军反攻，再用自己的火炮和标枪等单兵火力武器消耗俄军，等俄军消耗殆尽再一波推平。至于俄军方面，肯定会增兵，但顿巴斯前线加后方前置的兵力太多，能调到乌克兰南部地区的兵力实在有限。至于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争夺焦点还是斯拉维扬斯克。斯拉维扬斯克是双方战略要地，占领这，俄罗斯就能长驱直入。乌克兰在这的5万大军就有被包围的危险，但实际上，从北顿涅茨克到现在的乌东战场上，乌克兰军队没有一次被全歼过，同时也没有被完全包围过。当地时间10号，斯拉维扬斯克地区的俄军还对乌军防线发动袭击，但依旧被乌军成功击退。我们再说回本次乌军的总攻，其实在泽连斯基发布总攻令之前，乌克兰方面就已经有迹象准备在南部地区大战一场。乌军早在7号就已经陈兵赫尔松，随后乌克兰副总理发布声明，要求当地居民尽快远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避免被误伤。他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要向城市发动进攻，而之后的形势正如他所声明的那样，乌军发动了没完没了的炮击，到10号为止已经连续炮击了3天。很明显，之前乌克兰方面声明的进攻就是对俄军阵地进行炮击，就像蛇岛那样尽全力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利用北约援助的 M777和海马斯的射程优势，以最安全的方式消耗俄军。而对面的俄军反应很奇怪，按说就算南线俄军实力不足，也不至于让乌军此番战术欺负成这样。就算乌克兰玩游击战，海马斯发射了就跑，俄罗斯的侦察无人机也能大体上捕捉到海马斯的信息，只要出动苏35就有机会摧毁海马斯。但就算海马斯如此嚣张，俄罗斯空军就是无动于衷，而俄罗斯陆军也没有去驱赶，就任由炮弹打到头上。或许是由于顿巴斯的激战，俄军在乌克兰南部战线上只剩下空架子了，而这应该也是泽连斯基发布总攻令要全面夺回南部的底气。如果未来一直这样打下去，俄军始终无法把乌军赶出海马斯射程之外的话，那么赫尔松地区的俄军就真的只有像蛇岛那样灰溜溜的撤离了。乌军使用海马斯远程精确打击这样的战法，在火力军看来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在此之前，战争的精确打击更多是空军、海军和地对地导弹的活儿。炮兵不管是榴弹炮还是火箭炮，都是大范围杀伤。但不论是空射、箭射还是地对地导弹，亦或是巡航导弹，其成本都非常高昂。而海马斯最大拥有300公里射程，在射程内精确打击效果又不输导弹，发射成本还十分低廉，这无疑让精确打击进入了一个质优价廉的新阶段。
海马斯对乌军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在俄军火炮够不到自己的地方打俄军，俄军以现有装备想要反制，要么空中打击。可现在面对着乌克兰星光、毒刺等防空导弹，俄军空中打击的风险越来越大，要么动用远程导弹，可随着俄罗斯精确制导武器的消耗，要靠远程导弹精确命中海马斯，对俄罗斯导弹部队来说难度巨大。乌军的海马斯从安装到发射再到撤离不过10多分钟，不管射程是80公里还是100公里，可以精确命中，一点点消耗俄军。能敲指挥部，能炸军火库，还能切断补给线，拖得越久，俄军的防线就会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想要反击就只能靠装甲部队，但乌克兰用标枪导弹加无后坐力炮组成的廉价防线，会让俄军的装甲部队损失惨重，而就算俄军拼死突破了，乌军也早跑了，这也正是乌克兰敢于反攻的底气所在。不过，乌军在乌克兰南部战线上也面临许多问题。首先是没有例如 M1A2、豹2这样的先进坦克守卫阵地，因此对俄军反攻的防御力仍旧不足，无法进行防守反击。同时也没有 F-16这类的战机进行截击防空，一旦俄罗斯凑足兵力反攻，乌克兰军队将非常危险。面对这些不足，乌军倒是做了一些应对措施。首先，海马斯打了就跑；其次是最大限度的用手里的毒刺导弹、星光导弹、标枪导弹等来保护海马斯。同时，乌克兰还有回鹰无人机和英国硫磺石导弹，这两者都可以在20公里外消灭俄军坦克。此外，乌军手里还有瑞典援助的防空导弹，这些手段能挡住俄军鞭尸的进攻。但如果俄军集中主力不计伤亡誓死进攻，乌军现阶段实话讲能否抵挡得住，就得看兵力是否像宣传那样的100万大军了。总而言之，南线乌军摸索出一套新战法，即火箭炮运动战。第一阶段是乌军骚扰炮击，如今总攻令已经下达，乌克兰也已向该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第二阶段正式的大战已经打响。在10号的总攻开始后，南线乌军并没有大规模动用步兵或者装甲部队进攻，而是继续炮火覆盖，仅有小股部队突击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对战局整体影响不大。战果最大的依旧是火炮。据媒体报道，乌军的火炮从11号到13号已经接连造成了2名俄军将军丧生，分别是俄罗斯第22军团参谋长纳斯布林少将和俄罗斯第20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阿列克谢·格罗贝茨上校。而俄罗斯方面面对乌军的攻势，火速调集援兵，梅利托波尔地区就有市民拍下了俄军好的增援车队。在预计中，俄军反攻目前还没有开始，很可能是因为俄军主力还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关系。而面对空虚的南线，乌克兰居然不着急进军，很有可能是在等待北约的下一批援助。就目前形势而言，当前战场上还是乌军优势面更大一些。毕竟俄军现在消极防御，不敢贸然出击，乌军可以靠着海马斯消耗俄军。后续的战况，火力军将会持续关注。而乌俄战争打到现在，有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这场战争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不一样呢？以前的战争要么胜要么败，通常是几天就打完，而俄乌战争一打4个月，在并不算大的场地内频繁拉锯，这耗时都赶得上1战了。为什么会这么慢？火力军认为，到目前为止，乌俄战争细分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战役，分别是2月24号至4月初，为期1个月的基辅苏梅战役；从5月中旬至今双方仍在相持的顿巴斯战役；2月24号至5月12号，为期2个多月的哈尔科夫战役；5月15号至今依旧相持的伊久姆战役，耗时2个月的马里乌波尔战役，以及3月底至今相持的南部赫尔松扎波罗热战役。如今，乌克兰的总攻令针对的就是南部赫尔松地区，试图打破这一僵局，一举收复失地。以上6场战役，2场乌克兰胜，3场还在相持，而俄罗斯仅剩1场。
对于俄罗斯而言，首先是俄军仓促入侵，准备极其不充足，且还没有战略计划，刚开始就来了个四面出击，偏偏又兵力不足，所以在2月份的6天里，俄罗斯只打下来一个赫尔松，然后就紧紧包围了基辅、苏梅、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偏偏乌克兰就不上当，不调回乌克兰东部地区的9个旅，而是组织新部队去袭击俄军补给线。这真是俄军万万没想到的，所以基辅城前的俄第35集团军趴窝了，哈尔科夫的俄近卫第1集团军也趴窝了。毕竟这2支部队就是准备跟乌军主力决战的，结果乌克兰就是不按俄罗斯的套路走。这个时候又赶上16000人的国际志愿军，带着毒刺、标枪导弹来支援，白俄罗斯也跟着凑热闹。当地民众扒了自家铁路来阻止俄军补给，乌克兰军队又不断的袭击俄罗斯补给线，所以基辅、苏梅、哈尔科夫这3地的俄军彻底垮了。不过这个胜利有2个因素不可复制，一个是白俄罗斯民众自发支持乌克兰，二是在战争初期乌军可以以较小的损失来轻易切断俄军补给线。而俄军战机大部分擅长空战，高空精确对地轰炸能力很弱，要么低空扔铁炸弹，要么高空扔昂贵的精确制导炸弹。而俄罗斯穷成什么样了，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星光毒刺笑开颜。至于俄罗斯的坦克，其受限于弹仓位置问题，很容易被爆头。同时，不管是 T72、T80 还是 T90 装甲都不够硬。T90 第一次被击毁就是被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打的。21世纪的新式主战坦克被2战末期的单兵小口径炮弹击毁，打的还不是薄弱的顶部装甲，而是侧装甲。这事你敢信？甚至北顿涅茨克战役之前，乌克兰用榴弹炮就击毁了俄罗斯7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这要是放在 M1 和豹2身上，简直不可想象。普京痛定思痛，调来叙利亚志愿军，车臣又在国内增兵13万，一举把前线的军队数量从17万增加到33万，并且打开国库，把能用的都搬出来，把 T62 坦克、B4型榴弹炮之类的老古董都一股脑的运到前线。俄罗斯在占领区缩小了1倍，兵力又增加了1倍的情况下，总算在顿巴斯赫尔松一线站住了脚。而哈尔科夫战役后，乌克兰也1个多月没有复制过基辅以及哈尔科夫那样的胜利了。按说到这种程度，双方就应该偃旗息鼓谈判了。可普大帝觉得自己又行了，觉得俄军又有优势了，就在顿巴斯继续开打。同时，乌克兰政府允许马里乌波尔投降，好家伙，更助长了俄罗斯的嚣张气焰。普大帝表示开打。可打哪儿呢？哪弱就打哪儿。哈尔科夫打不下来，那就打北顿涅茨克。于是长达1个月的拉锯战开始了。而乌克兰方面始终面临着一个难题，即缺乏能跟俄军对抗的坦克和战机。这也是为什么乌军第一次反攻赫尔松会失败，而乌克兰不去救马里乌波尔，不去救北顿涅茨克，只能依托城市打防守反击，都是因为没有先进战机坦克。俄罗斯的战机坦克宛如菜鸡，乌克兰的更烂。双方真正能用的只有步兵和火炮，因此战斗才会打成2战的模样。而乌克兰缺少主战坦克，是乌克兰不能发动主动进攻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同时也导致了乌军背靠大城往往战绩优秀，因为室内有建筑物做掩体。俄军坦克战机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在小城就往往守不住。比如马里乌波尔城里建筑炸光了，只能退到钢铁厂。北顿涅茨克的撤退就更加明显了。乌军撤离的原因是那里已经没有可做掩体的建筑物了，所以要想根本的解决问题，乌克兰需要一次性得到100架左右的 F-16和200辆左右的豹2坦克或者 M1坦克。F-16可以拦截图22或苏57，再配合爱国者防空导弹，俄军的战机基本上就可以提前退场了。而乌军有了靠谱的坦克后，不论是在19姆、赫尔松还是北顿涅茨克，乌克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反击。
豹二坦克配合标枪，俄罗斯陆军装甲力量根本不是对手。很多人会说，美俄武器制式不同，乌克兰人拿到北约装备能开得了吗？当然可以。北约武器公认的比苏式武器好用。此外，乌克兰自己就有一大批飞行员，在前线就已经接受了美式战机训练，所以未来战争的关键在于 F-16和豹二坦克何时入场。而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已经同意援助乌克兰一批数量不明的豹一和豹二坦克。拜登政府前几日也承诺要援助乌克兰500辆左右的坦克，虽然没点名具体型号，但援助 T-72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和北约手里不可能有这么多库存。那么剩下的就是豹一和豹二坦克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坦克方面是可以期待的。至于战机，就是最后一关了，同时也是美德法最难下决心的一关。当然，随着普大帝不断作死，他们估计也迟早会下决心的。至于接下来的战争走向，按照美国和乌克兰共同制定的既定计划，顿巴斯方向继续后退，少量坦克和海马斯在两翼发动反击。如果 F-16到货了，那么乌军就可以从顿巴斯中央突破了。以乌军现有的武器，只能维持战线，而不可能产生战略上的质变。现在对于乌克兰而言，最重要的就是 F-16战机。可以说 F-16什么时候到货，乌克兰什么时候就能赢。值得一提的，美国在近几天宣布采购挪威的 NASAMS 防空导弹系统来援助乌克兰。该款防空系统是美国用来保护白宫和国会大厦的高级货，使用的导弹可是地空版的 AIM-120，这玩意儿可是 F-16可以直接挂载进行空战的。美国此举或许是为 F-16进乌克兰做准备。其实，美国原来并不打算全力援助乌克兰，毕竟要尽量保持俄罗斯的军力来恐吓欧洲。但如果说开战以来俄罗斯做了什么让美国不舒服的事，那就是美国希望俄罗斯象征性的打打就行了，最后俄乌双方和谈，俄罗斯体面的退场。但普大帝如今算是上头了，非要拼光家底给自己去军事化。现在只希望 F-16能早日来到乌克兰，帮助乌克兰人民早日获得胜利，摆脱苦难。